费了千辛万苦我爬上去了。那布偶离近了看真够吓人的。我虽然害怕，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我一想，哎，你知道我想到谁了？你别给我废话，捡重点说。完了，我就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。蹬上来，我就发现他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。我说这什么呀？我当时想了，老胡，你在笼里迷哭的时候，你拿着蚊香玉的时候，你不闻了吗？我也闻了一下子，没味儿。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你别说，我这么一舔，我发现了，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古玉，好东西。或许，可能跟这洞里有放射性的矿石有关，导致这些虫子迅速变异。但是有一点我没有弄明白，这些虫子应该是寄生在那些死漂的肚子里，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了？应该是跟咱们打死那只大虫子有关系。确实有这种可能性。那就麻烦了。葫芦洞里还有很多的死漂。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从那些死漂肚子里爬出来，等回去的路上可够咱喝一壶的。而且葫芦洞跟这个大殿肯定有某些暗道，不然不会爬出来这么多。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哎呀，可是这献王的地宫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老胡，你往底下看什么呢？啊？不是，你赶紧想想啊，那献王地宫到底在哪儿啊？这阴阳风水里有记载，未看山先看水，有山无水修寻地。山和水本是阴阳一对，有山无水，不能称其为龙脉。既是山随水转，阴阳相依，两山加一水，山水汇，即龙池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这个地方刚好是两山加一水的天子穴格局。这献王老儿的地宫，应该就在这深潭之下。深潭里？不可能吧？那潭里是水啊，那木要是在水里面，不就给淹了吗？我突然想起个事儿。之前我掉下去往回游的时候，无意中在潭下深处发现一个洞。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没往多了想。现在站在这高处，再结合16字阴阳风水秘术的解析，我感觉这地宫的入口应该就是那个洞。你有把握吗？没有。咱们什么时候有过十足的把握才出手的呀？这叫做在斗争中学习斗争。对，这古人曾经讲过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咱不能让献王老人的诡计把咱压倒了。要我说，咱真得下去看看去。横竖都得试一下。对，必须试试这个。那他们怎么办呀？我担心，如果让他们自己回去，葫芦洞那里还有很多的死漂。你是说让他们等咱们出来一块儿走啊？他们也是因为我们才来到虫谷的。族长临死的时候，唯一的遗愿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着出去。我知道了。
说话了吗？没有。走吧。大家都不要担心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能活得回去。阿达，我们得继续找药，事关生死。如果找不到药，到了还是个死。就你们3个，更难行啊！不要我来帮忙。怎么样？那个叫扎龙的说他们自己回去不安全，坚持要跟咱们走。哎，这胖子有点不对劲儿啊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。你去看看。是吗？他中什么邪了？累傻了吧？哎，干嘛呢？你干嘛呀？你吓我这一跳！哟，你还胆儿那么肥，还能吓你一跳啊？我问你，就你烧那布偶里边到底什么名堂？没什么名堂，就一布偶上套一面具，完了再糊一头套，里面我都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那玩意儿，反正离近了看是挺瘆人。那他怎么会笑呢？会笑啊？我觉得应该是他肚子里有个响哨什么的。你先忙吧。怎么了这是？这吃咸了，这齁着。没有。老黄，我怎么觉得胖子还是有点不对劲儿？是吧？还不放心呢？这事儿简单啊，试一下不就得了？哎，转过去。干嘛呀？叫你转过去，怎么不听话呀？哎，我万一你吃饱了撑的吧？你往我身上撒什么米呀你？哎，你还不会觉得我让鬼上身了吧？不是，刚才你不是碰了那邪性的木偶吗？那玩意儿晦气重，我是帮你驱晦气，你别好心当成一个鬼啊！没走。哼。
以后少信这些歪门邪道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祖师爷留下的东西是有他的道理的。看来胖子没事儿，放心了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还成我的不是了？回来。间黑气贯穿相连，谓之为黑珠过天河。在天星秘术中，称其为雨后泛境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这只是正常的天气变化，有可能一会儿会下场大雨吧。我记得《青竹第七令》里说过。黑珠渡河，则必诸此地有古石作祟，是以湿气有阴重阳。看来咱们是来对地方了。老大，哎，那你们就在岸边休息吧。啊，傅大哥，真不用跟你们一起去干？不用了，放心吧。大达，照顾好你的族人和你自己。嗯。万一晚上我们没回来的话，你们就带上这些家伙先回去吧。啊，晚上如果你们不回来，我就想找你们了。不用，水下不是你们能去的地方。啊！小心这个叫扎龙的。之前我掉下去的时候啊，对下面的地形大概了解了一下。那个洞口应该是从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向左偏20度的方向，距离不是很远。这水下会是墓道吗？如果整个地宫都被水淹没了，咱可没带氧气筒啊，这在水里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。我猜这个献王墓应该不是平面直扑推进的那种，要么是回字形，要么就是井字形。就算是墓道里面进了水，地宫也是处于一个绝对封闭的环境。但愿吧。
嘛呢？赶紧上来啊！别磨磨唧唧的。终于找着这个地方了，看来保存的还不错。这些石像也应该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性作用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老胡，你说他是如何在水下修建这么大一所宫殿的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我猜应该是在施工之前，先截落了虫谷的大小水脉，然后再从潭底下往山里挖。这个工程嘛呢？胖子！哎，胖子！你们人怎么回事？胖子！胖子！老黄，这胖子是怎么回事？从天空出来，我觉得不对劲儿啊！十有八九是着了那不老的大火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好像是块古玉。玉？不会是鬼上身吧？别他妈鬼笑了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带着桃木钉呢，胖子。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孙子又顺手牵羊啊！我不都告诉过你，不是什么都能随便拿的吗？啊，杨大宝，你看看这玉石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老胡，小心点！胖子，你别躲来躲去的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你听好了，组织上对失足青年的政策，一向都是宽大处理。只要你肯站出来，你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，听见没有？汪海泉，给我出来！我去，还真中邪了！你怎么什么都敢啃啊？我怕毒死你啊！哎！胖子！
了，逮什么咬什么。哎，幸亏没咬了你杨参谋，要不然可便宜他了。合着您是担心这事儿呢？哎，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一种特殊的玉石，但是我估计啊，这上面被下了蛊了。胖子的发疯应该跟这有关系。那他就是活该啊！叫他顺手牵羊，他就应该有这么惨痛的教训。来之前我查过一些资料，古滇国有一种蛇蛊，可以迷幻人的心智，控制人的声带。这胖子啊，估计就是中了这种蛇蛊。这蛇蛊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幻的药物。明白了。哎呦！哎，是给我摔得够呛。干嘛呀？陈瞎子说过，这人要是中了邪啊，就得大嘴巴抡。我给他抡醒了。哎，先别说您这土方子能不能管用，您就是能把他抡醒，能帮他解蛊吗？解蛊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北地玄珠，硝石的一种。这种石头的气味可以刺激人的大脑，让人迅速清醒。哦，这也许啊，对解蛊能有作用。够窜的还，我给他试试啊。还挺好使啊。看来啊，这石头对他没用，您还是用您的土方法吧。得嘞，还是大嘴巴抽这土方法好使。嚯！我醒了，真的醒了。哎呦，啊！浑身跟散了架子似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做了一梦啊？啊？做梦了啊？是不是梦见吃烤猪蹄来着？啊？烤猪蹄？那还剩好些呢。哎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跟我老实说，那玩意儿从哪儿来的？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。他还是脑子不清楚，把你那玩意儿再给我使使。来，不，我又想起来了。这个，我不是上去烧那布偶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是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爬上去。那布偶离近了看，真够吓人的。就我害怕，可是我当时我脑子啪，我一想，哎，你知道我想到谁了？我想到你们，万一我要真的出了事儿了，谁来保护你们？哎，我再想，我不就面对一个破人偶吗？我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别给我废话，捡重点说。完了，我就心一横，眼一闭，我就把他给蹬上来了。蹬上来，我就发现他身上有这么一玩意儿。我说这什么呀？我当时想了，老胡你在笼里迷窟的时候，你拿着那蚊香玉的时候，你不闻了？我也闻了一下子，没味儿。我就拿舌头舔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你别说，我这么一舔，我发现了，就这玉它绝对是块古玉，好东西。
我这舌头就钻心的痒啊，我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到最后我逮什么我想咬什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了都。看来我分析的没错，这上面是被涂了一种可以致幻的药物。胖子，你丫就是纯属活该啊！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这回得让人给收拾了吧？让你什么东西都当垃圾一样往回顺。阿姨，杨参谋长，我这次真的是知道错了，我一定是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哎，我对老天爷保证，我以后要再逮什么顺什么。哎，那我就歇菜吧你啊！你这破盲顶能改，我胡子上倒着写，是吧？杨参谋，我觉着吧，这某些人他就是不长记性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, I could杨参谋，来一下。这是不是有草？这应该是储存尸油用的。是不是有碘盐我就知道了。小心点啊！哎，老胡，你们过来看看。那儿好像是扇门呢。下去看看。
你说这献王这老头也挺不要脸的，就这么一破师门，还起名叫天门。别瞎说，这天门可不是普通的师门。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献王老儿师姐升仙登天用的。而且在灵智里，这种天门一般不会上锁。不上锁？为什么呀？看来他对自己陵墓的设计十分自信，他相信不会有人猜到这献王地宫就在水下。得嘞，那既然献王都给咱明门了，咱就别客气了，进。小心点。跟你说这门要真没有锁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哎，杨参谋长，你们班是？怎么了这是？如果沐晨珠就在这扇门的后面，咱们进去之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？还能不能活？杨参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还有顾虑了？哎，你们族人找了多少年这种人，现在终于到门口了，还犹豫上了？放心，有我们俩在呢，不会有事的啊。珠子不在里面，我们一直陪你找到为止，而且不会出问题。对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杨参谋长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啊！咱们现在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，对吧？再说胖爷我，只要是认准一人当兄弟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而且有了你这事儿以后啊，我们俩还觉得挺诚实、挺好玩的。人就得快乐，多快乐一天赚一天。这你他妈自带好好说，赶紧的，哈。献王老头也够奢侈的啊！哎，屁大这个地儿，他还造了一桥，还。这应该是30桥，代表人的3生3世。在古代传说中，人死之后化仙升天，便要先踏过这30桥。只有摆脱世俗的困扰，才能够脱胎换骨，遨游太虚，做一个神仙。这些名堂你是懂得真不少啊！看来这个献王老儿一心成仙啊，连这古墓的灵智都是按照道家成仙的风水格局制定的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过了这30桥，就是地宫了。那咱就别慎着了，咱赶紧抄到老巢去吧。你们先走吧。
小心点啊！怎么了？高，实在是高。你丫不是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主吗？那不是上面有玉吗？哎，老胡，你慢点走，别晃啊！我去，太高了，这地形。慢点儿。小心啊！我上会儿，太高了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小心着。这么长，可算到了。哎，这里怎么3口棺材？这还掉了一个，这什么路数啊？这棺材木料不错啊，这小伙子腿都不好使了。这棺材什么料？别乱跑！这口棺材没有走漆，从纹路的走向上来看，它的木质极为细。这是什么木头做的？印子木，这种植物在深山老林被阴冲，常年不见阳光，而且几百年年轮才会长一圈，是非常罕见的木料。印子。哎，我好像听陈瞎子说过，青铜果，印子棺，八字不硬，勿靠近。对，就这句话。青铜果，印子棺。哎，我说我一进这儿，我就觉得这3口棺材透着个妖劲儿呢。怎么了？怕啦？杨咱们怎么说话呢？胖爷，我什么时候怕过？啊？不怕你腿软什么呀？我那是恐高，那是生理反应，跟那不是一码事儿。哎，老胡，我可听说了啊，按市场上的行情，这棺材要真是印子木做的，那可比黄金做的可贵多了。黄金啊，10口黄金棺材也换不了这1口印子棺。有个名木，叫做印木断银8寸板，看看这棺材板，如果不是万年的印子木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厚的树芯儿？万年？就算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没混着这么个待遇，就是因为在汉代这玩意已经绝了，现今啊，没有人能找着这么厚的木材。哎，老胡啊，如果这棺材这么值钱的话，那我觉得献王的真身肯定就在这棺材里边。要我说，咱把这棺材跟献王一块带回去吧，是吧？这样的话2全其美啊！杨参谋，我发现有的人还真舍不得这批斗大会啊。没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当什么真呢？你胖子，你别品了。老胡，
这3口棺材里面，哪个才是献王啊？剩下的这2具里面，到底都是谁啊？我现在也摸不着门道。青铜果在灵智中也属异类，一般大的罪人，或者得了传染重病的贵族，才会被铜果封死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入殓之前出现尸变的迹象，为了防止尸体破棺而出，这个铜果下了9道重锁。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尸变。至于这里边躺的是不是献王，我也捏不准。看来，咱们还需要继续找找看。哎，老胡，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棺材明显比那俩棺材短一截儿。我琢磨着，这是不是献王的儿子呀？啊，还是一小少爷，没念完初中就给他老爷子陪葬？不可能，虎都还不识字呢。我没听说过是用自己的子女做陪葬的。杨他们说的没错，这里边肯定不是什么王子王孙。之所以这个棺材这么短小，很有可能里边放的不是全尸。不是全尸？那怎么着？就跟冰箱里放猪肉似的，装一半留一半。时代不同，葬式也不同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有种拼之葬，就是把不同的尸体拼在一块儿。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拼之葬的石棺。看这上边，材质是一种罕见的粮食，性寒入冰。看来躺在里边的尸体，生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。既然到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个里面是献王，不如3个都开了吧。大气。行，只能用排除法了。胖子，哎，把蜡烛点上，就从那口印子棺开始吧。得嘞。哎，老胡，以前都是你立即定位，今儿胖爷我给你露一手啊。24为肩，68为足，左3右7，带9为1，左3右7。这个墓的东南角。应该就是这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对，这边，东南角，没错，就这边啊。你那个啥卡搞好久了？这噻，洗洗吃准了。我们这回出来，兄弟们死呢死，伤呢伤，就连组长也。要人的，我们就不该追进来。最惨的是，我们还被困在这里，人们都赶着逃到出口。咋了个？我们赶了回到出口呢？要是跟了他们3个外族人，我看哪个都难活。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
我是看到你留下来才留下来的。我留下来是为了带你们发笔大财。啊！赵老哥，你说清楚，发哪财？你晓得他们为什么要下水吗？不是说他们个找什么草油吗？这种话你也信？他们下水，一定是因为水里面有传说的宝藏。他们3个就是贼，是想偷宝藏出来发财，所以才费尽心思来指点。不如我们借他们的手，拿到宝藏。我跟你们说，老胡，你说这3世桥代表献王的3生3世。胖子，哎，胖子，哎，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，好像就这里有个声，好像是。你没乱动东西吧？你还别不长记性啊！这边。胖子，哎，你刚才点了几支蜡烛？3根啊，开3口关点3根蜡烛。看，后边也有。邪了门了，怎么多6根啊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去看看，小心点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活的死的？这应该是黑鳞鲛人，都是死的，不用怕。黑鳞鲛人，传说在古代的时候，这种怪物聚集在深海，专门袭击往来的船只，遇害的人被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真没想到，居然真有这种生物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鱼呀？可这长得跟咱想象的差距有点大呀，这太磕碜了。哎，老胡，首都自然博物馆是不是缺这么一标本啊？没想到你这么有觉悟啊！居然会替国家着想，我觉得吧，你可以搬回去一个。送给自然博物馆，收入能混成奖状。啊，奖状就算了，我的意思是啊，搬俩回去，捐一个卖一个。哎，要这么着，那你说这献王为什么使它当灯用啊？黑鳞鲛人的油膏燃点很低，而且仅1滴就能燃烧数月。所以古代很多贵族会用它在墓里作为万年灯。可
可这灯什么时候点着的呢？我记得咱进来的时候没瞧见呀。这没什么奇怪的，咱们进来以后啊，改变了这里的空气环境，火融遇空气即燃，所以啊，这些鬼火就突然亮了起来。说实话，你想害死咱们3个人？你要是难了，就赶快交出来。是这样，我就看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我就拿它看看。我没想顺它，真的。这什么？这是青铜镜。吹灯，堪舆倒斗觅兴风。今天正赶上黑猪渡河的天照，这献王墓里尸气冲天，这件实在是太邪了，大家一定要万分小心。这仨小鬼是摆这吓唬咱们的吧？
里现在只有3口棺材，怎么数这个数也对不上啊！老胡，胖子，你们过来看。哎，这金影童子身上怎么又一红斑记号啊？老胡，你是不是说过，每一盏灯都代表一个尸体？那先王的老王八蛋，是不是把咱们也算上了？这3个金影童子，就代表咱们3个人。别一惊一乍的，自己吓唬自己。我不是自己吓唬自己，你看，这红斑跟咱们身上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什么？难道是牛尾巴抽苍蝇赶巧了？这不是巧合。这3名金影童子和扎格拉玛族人一样，得了相同的红斑疾病。哎，我觉得杨参谋分析的靠谱。